近年来，美国不断兜售其所谓印太战略，妄图建立遏制中国为主要目的的盟办体系。而最新的举动是，美国总统拜登提名有“亚洲沙皇”之称的资深亚洲事务专家坎贝尔任美国务院2号人物，这被认为会强化美国务院的中美竞争元素。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月8号开始访问韩国，也被认为是要向盟友传递强化印太战略的用意。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11月1号，美国佩拉尔塔号驱逐舰、加拿大渥太华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依法依规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今年9月，美国和加拿大2艘军舰也曾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美国第7舰队还多次强调，相关行动体现了美国及其盟友对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而美方对于印太战略的最新态度，则体现在一项人事任命上。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声明，总统拜登1号正式宣布提名库尔特·坎贝尔出任常务副国务卿，前任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舍曼已于7月28号退休。坎贝尔目前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由于在拜登政府中对亚洲政策的影响力，坎贝尔有“亚洲沙皇”之称。2021年5月，坎贝尔曾就中美关系称，接触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正进入与中国激烈竞争的时期，这被媒体和学界视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巨大转变。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报道称，多名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政府目前对中国和整个地区的政策是坎贝尔制定的。一名知情人士说，坎贝尔可能会利用常务副国务卿这一职位，进一步将美国与中国竞争集中到国务院的工作中。坎贝尔10月30号在华盛顿智库发表讲话时曾表示，如果副国务卿的提名得到确认，他将继续深化美国与该地区盟友和伙伴之间的伙伴关系。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跟奥巴马政府的印太战略，它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同时也说明，就是拜登政府在推进印太战略方面，它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阻力，它没有办法实际性的推进这个印太战略，围堵中国这种意图，从而就是更加进一步说明拜登政府这种以人为鹤，针对中国这种围追堵截这种方式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论拜登政府怎么样去换人，都不能改变这个他印太战略。可能会走向失败的这么一个情景。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兜售所谓印太战略，妄图诱拉裹挟地区国家建立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的的盟办体系。这一战略实际上是制造分裂、煽动对抗、破坏和平的战略。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10月31号出席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时表示，未来10年亚洲发生冲突将是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所有安全负责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避免亚洲发生实际冲突。欧洲和中东发生的情况绝不能在这里发生。亚洲、欧洲和中东同时发生冲突，将给世界带来灭顶之灾。黄永红还表示，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代人核心的难题之一。中美目前并不处在能以解决核心分歧为目标的阶段，但中美双方可以在经济、防务以及气候变化、巴以冲突等问题上达成共识。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韩国，也被认为是向盟友传递强化印太战略的信号。韩国外交部1号宣布，布林肯将于本月8号至9号访问韩国，届时布林肯将会晤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就韩美同盟、经济安全及尖端技术以及国际局势等进行深入探讨。韩国媒体注意到，访韩前布林肯还将到访日本，出席在东京举行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韩联社称，在当前的中东局势和持续已久的俄乌战争背景下，外界担心美国关注印太地区安全的努力可能会有所分散。而布林肯10月30号在美国国会强调，会强化印太地区合作，以应对所谓中国威胁。另外，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5号至17号在美国旧金山召开。韩联社分析称，布林肯在中美领导人为会谈做准备之际访韩备受关注，预期美韩双方可能借布林肯访韩之机提前协调意见，谋求合作。布林肯这次访韩呢，它有多重的目的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因为美韩同盟及美日韩的华盛顿峰会采取之后，这次呢，布林肯对东亚国家进行一个寻访。那么它其实进一步推进美国在亚太战略一种生根落实。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年底可能就是美国要举行这个 APEC 峰会，那么 APEC 峰会呢，作为是美国拜登政府任内
可能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场主场外交。那么他通过这次峰会呢，希望能够重振美国的领导能力。在此之前呢，这个布林肯寻访一下这个参加的成员国，也是跟韩国、跟日本等进行一个政策的协调，来助力这个拜登能够更好的发挥主场外交。不过，半岛问题是此次布林肯访韩最迫切要协商的议题。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称，在此次访问中，美韩外长将讨论美国关注的朝俄动向。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关先生，美国总统拜登周三提名白宫印太务协调员坎贝尔出任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您对此有何观察？66岁的库尔特·坎贝尔，他是华盛顿权力场上打通政学两界旋转门的代表人物，他的官场履历与资质不输拜登内阁的任何部长。此前当过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五角大楼做过助理防长帮办，还曾经在财政部以及民主党的全国总部任职。坎贝尔获得最新提名之前，出任白宫的印太事务专员，是美国国安会的2号人物，有所谓印太政策沙皇之称，被认为是拜登外交安保政策的核心幕僚。此前呢，习拜会的现场，坎贝尔都是坐在拜登身旁的美方的前排官员。甚至按照法新社的说法，坎贝尔夫妇还是华盛顿所谓权力夫妻档之一。他的妻子莱尔·布雷纳德是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也当过美联储的副主席。坎贝尔他的学术生涯始于苏联东欧的政策研究，他在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的选题聚焦苏联对南非的外交政策。在奥巴马执政时代，坎贝尔就担任助理国务卿，被普遍看作是美国外交转向所谓亚太再平衡政策，也就是 Pivot Toward Asia 的一个主要的设计者。坎贝尔在蛰伏学术圈的期间呢，曾经于2018年在美国民刊《外交事务》联名发表题为《The China Reckoning》，也就是所谓的对华政策再清算的长文。那么此文的另一位署名作者是艾利·拉特纳，现任呢五角大楼主管印太事务的助理防长。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北京如何挑战美国的预期”。它的主要观点有2个：美国过往对华政策的最主要的目标，也就是试图影响并且说服北京接受不能也无法挑战美国主导亚洲安全秩序的这个努力，已经宣告失败。美国过往对华的政策严重低估了中国领导层的战略雄心。那么从根子上来说，坎贝尔和拉特纳的这个观点啊，是对中国发展路向与国家战略的误判，是披上学术外衣的所谓的新型中国威胁论。但是呢，此文在美国反响很大，也被认定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设计的所谓学术与思想资源之一。所以啊，如果以简单粗暴的所谓的鹰鸽标准来衡量划分的话，坎贝尔他是美国政坛不折不扣的对华鹰派人物。坎贝尔获提名常务副国务卿，是填补舍曼7月辞职卸任之后留下的空缺。那么以坎贝尔他的资历与能力，他的提名在参议院获得批准通过是大概率的事件，更何况民主党本来就占据参议院的过半席位。但是呢，从国安会2号转任国务院的2号人物，对坎贝尔本人呢算是平级的调动。所以尤其应该关注的是拜登此时提名他的一个信号意义。那么在您看来，白宫提名坎贝尔要对外释放什么信号呢？这对中美关系又意味着什么？美国能否同时应对2场大规模的地区战争，或者更准确地说，美国能不能同时大规模军援处在战争状态的乌克兰与以色列？这是目前悬在华盛顿上空的一个头号战略追问。虽然拜登拍着胸脯说能，美国能，但是基于美国大选年越发迫近，华府党争越发没有底线的这样的大背景，白宫开出的空头支票只怕很难让美国的一众盟国伙伴们信服。这不，拜登电视讲话要求追加对以色列以及乌克兰的数百亿美元的军援申请，现在呢已经卡在国会了，悬了。进而言之，在深度卷入这2场地区战争之后，美国会不会发生所谓的战略偏移？会不会将精力与视线从美方所谓的最大地缘挑战者中国身上偏移呢？按照《华盛顿邮报》今天的观察，这是拜登最新提名对外释放的最强烈的信号。美报就引述曾经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履职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的韩裔知名观察家车维德分析，
启用坎贝尔出任国务院的2号，就是要向美国在亚太的盟友伙伴们强力宣示，拜登政府仍然将会致力推进并且执行印太战略，继续把中国列为头号的地缘政治挑战，所谓的 the most consequential geopolitical challenge。那么坎贝尔他在白宫印太事务专员的任内，也一直在鼓吹对华强硬政策，对中国的周边国家琢磨经营甚多，在全力强化所谓的美方同盟。坎贝尔曾经在2021年宣称，广义的美方对华接触期已经结束，接下来的美中关系的主导范式是所谓的竞争。美日印澳4方机制、美英澳的 AUKUS 核潜艇协议以及美日韩戴维营3边峰会，据称都有坎贝尔的所谓贡献。所以拜登此时提名坎贝尔，他的动机考量与实际背景相当耐人寻味。那么这意味着，至少美方以战略竞争乃至所谓的强势竞争来试图定义甚至塑造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是明牌，也是拜登政府的一个既定战略，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